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周五出现了三连阴，这里面在日线级别上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八节阴线和沙僧阴线。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就有机会出现唐僧阴线。所以呢，在今天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连的行情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4连阴，这意味着今晚开盘对于道指来说可能会出现一个低开啊。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道指出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概率非常大，但是32800点前低附近仍然有机会出现一定的支撑。与之相反的，我们看到最近几个交易日，黄金、比特币还有原油出现了连续的上涨行情，特别是比特币基金，我们看到今天也出现了新高。那么在比特币的行情上今天也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上涨，并且呢，在今天出现了一个高点30985点已经非常接近于前高31804也就是接近于32000点前高附近目前比特币月行情比特币月的行情正在逐渐走了出来。就这波比特币月行情呢，我们早在9月份就提了出来当时还没有做突破，当时比特币只做了一个收敛回补动作。回头来看，我们证明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结构性的一个正确我们可以看到前面6月份6到8月份走了一波上涨行情，高点32000美金，急速上涨过后，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由于上涨形成的一个筹码空缺区。那么筹码空缺区往往会经历回补，所以呢，在震荡收敛形成收敛三角形，并且接近这个红色区域的焦点附近开始下跌回补。注意看近焦点、焦点位都是一个容易发生变盘的这个位置。发生变盘之后，首先看到阴线反映的就是回补动作，回补的是前面行情当中上涨的这块那么行情经历过1次回补、2次回补、3次回补和4次回补之后，它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并且于10月1日开启了突破。那么10月1日这个突破性的动作，我们认为是比特币月的明显信号。10月1日发生突破之后，我们看到比特币站上了144均线、169均线，并且站上28000美金的一个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因此呢，这个突破信号产生并且回踩之后它走出了一个更大型的由2个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结构。那在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构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我们就提出了10月中下旬到11月份要走一个突破性的结构。那么目前来看，这个突破性的结构在比特币月加成的一个情况下比特币月是有86%的上涨的概率的。在比特币月加成的这个趋势下，我们成功看到了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在这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阳线。注意看这里的悟空阳线是由一个假消息，是由 SEC 通过了 ETF来实现的是一个假突破之后回踩之后，我们看到了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今天的唐僧阳线。那么目前为止重新接近了32000美金前高附近准确说是31850前高附近。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是有一定压力的，但是我认为这些压力最终呢会得到突破，原因是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6月20日这周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那么本周和上一周的这2个阳线是回应了6月份悟空阳线，也就是说6月份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后面都是干扰性 K 线，干扰性 K 线完成之后悟空阳线成立的情况下，上方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也就是说在11月和12月份，我们很有可能看到比特币出现一个连续性的周线级别上涨行情，它是一个多头的趋势。对于山寨币呢，前段时间很多人出现了一个绝望的情绪，因为山寨币大面积出现下跌，只有比特币在高位震荡。那究其原因呢，是因为 ETH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行情。这里的下跌呢是急速下跌。我们敲到 ETH 对比特币的在币安的现货交易对上就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图我画的比较详细，经历了长达1年的缓跌之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在最近10月初的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急跌。那么我们知道10月份是比特币月，比特币在稳步上涨过程当中，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急跌，证明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实际上是一个缓跌的行情。
在缓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以太坊对 USDT 的这个交易对啊，它的缓跌过程是基于前面行情当中收敛三角形做出的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做出的回踩于箱体中线的一个动作。回踩前面箱体中线$1550附近之后，由于目前已经接近11月份的焦点，我们认为焦点呢是具有黑洞效应的。那么在焦点附近呢，它把价格重新吸引回来。虽然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仍然是一个弱势，但是由于比特币价格的反弹带动了以太坊价格的反弹。那么如果一旦后面的行情当中，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价格出现快速反弹和上涨，注意看这个比值出现快速反弹和上涨，势必会带动以太坊走一波什么呢？势必会带动以太坊走一波独立的行情所以呢，目前比特币在相对的一个高位前高32000点附近，但是以太坊呢是落后于比特币的，因此呢，以太坊目前处在一个黄金坑的位置所以呢，目前是一个抄底以太坊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那么最近强势币种是热搜榜当中 Link、TRB还有 SOL 都比较强势。这些币种呢偏向于主流币，特别是 TRB 我们在$10左右进场的 TRB 目前已经有700%到800%的利润。那这波行情通过合并 K 线，我们在周线级别上就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走出悟空阳线组、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组之后周线级别上涨息完成之后 ，TRB 又继续上攻那么目前虽然我们有持仓，但是 TRB 的过于强势，我们认为不是一个好的进场的位置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再次进场呢，一定要耐心等待 TRB 做4小时级别以上的回踩。比如说目前在$80的 TRB $80附近的 TRB 一定要耐心等待它回踩4小时级别144均线、169均线。如果回踩144均线之后，把169均线做止损，那么一旦止损离场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逐渐把时间级别向大了调然后带上止损去参与，往往容易获得它趋势上的利润。那 TRB 的板块呢是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平台币，那我认为 UNI 也是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平台币。UNI 之前在6到8月份有过一波行情，它的最大涨幅达到了84%。那目前来看 ，TRB 已经非常接近于前低3.63目前价格是4.6274.267，所以呢，对于 UNI 来说，它是处在一个黄金位，并且我们观察到这个位置距离最前面的低点也非常接近，所以呢，在黄金位的 UNI 具有非常大的投资价值，毕竟呢，它几乎占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一个60%以上的成交量，所以呢 ，UNI 目前的价格是在黄金位，它的成长空间，我认为短期来看有70%到80%的上涨空间。对于长期来看，我认为 UNI 起码会涨到$100左右，所以呢，起码还有20倍以上的上涨空间。当前是一个黄金位的位置，要重点关注。那这张图呢，是我们最近实时的多空数据是我们量化的实时的多空数据。可以看到，最近9月23日开始跑的量化，目前占季是盈利率3%，年化是37.15%。再往前推，8月29号跑的，目前年化已经干到了超过100%，还有136%的。所以呢，我们目前 AI 策略的智能量化跑得非常稳定。那么一个月至少有10%到15%的利润。就 T001的这个账号它跑的日期不太好，9月23日到10月中旬大部分的山寨都处在一个横盘震荡，有的甚至是下跌的过程当中。但是这轮行情证明了它在横盘震荡或者下跌的过程当中仓位不会受到过多的损失。最大的回撤，我们现在看历史数据是只有2%的最大回撤，但是目前已经跑赢了这2%，并且最终呢现在为止盈利是3%，证明成绩非常稳定。目前年化也到了37.15%，这是一个非常牛逼的数据。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